如果現在讓我回到20岁，我至少比现在要多賺1000萬。如果說我能回到20岁啊，我就逼着我自己学会之前不懂的7個技能就可以了。不是雞湯，也不是画饼，也不是天天就是嘴上喊着我要努力，我要加油，我要拼，不是这樣的。是我现在27岁的年龄往回头看的时候，就是如果当年我自己能夠悟到一点，或者聰明一點，或者說有人就是给我点透一點的7個技能也可以說是7個小事兒，其實很多彎路我就可以直接跳過去這2-3年可能就不会那麼難受。尤其是我創業的前幾年的时間實打實的吃虧，那一踩一個坑一個都沒躲過。我就感覺最該知道的一個點也或者說是就是最难改掉的一個點是什么？執行力，就是3個字兒，是不是很耳熟？对吧？就是典型的光說不練，光說不練真的是一點用都没有。有太多的人都是典型的，就是想得多，做得少。我之前也这樣馬雲曾經說過一句話，說是99%的人都是晚上想想千條路，早上起來賣豆腐。对吧？這是他的原話，腦子裡那是規劃的真的是天花亂墜，躺在床上整個世界都是你的，計劃那是寫了一頁又一頁寫的那個紙真的是寫滿為止，但是呢就是不動手從來不動總覺得自己我沒有準備好，總覺得我自己可以等一等，結果呢等到腦子一熱，機會呢沒有了，等到盡頭全都給你卸掉了，等到別人呢把你想的這個事兒都給你做成了，而你在幹嘛呢？就是在原地踏步。不單單是你各位，之前的我呢也是一樣的，這就是說的我自己，就是後來我自己就是才徹底了明白這件事就是你不需要準備的多完美，這個世界上沒有準備完美再去做事的人，但是呢你必須馬上開始，因為只有行動起來它問題才會出現，問題出現了之後你才有機會去修正、去調整、去升級，你都出現不了問題你怎麼去做，對吧？所以說一個粗糙的開始就是一個最完美的開始，你不認可也得認可這句話，任何的計劃面前都不如在做的這個過程中出現一次性的錯誤或者說失誤，然後你把它改正過來，調整好狀態都沒有這個來的實在。我前幾年我一開始創業的前2年，我創業失敗那會兒就是我現在總結一下問題，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等到自己想通的時候，他媽錢呢早就燒完了，都沒了。真的就是怎麼說呢？就是靠執行力這一條，我個人感覺如果說你能堅持下去，執行力非常強，你就能超越90%的同齡人，絕對的。這句話一點都不誇張的一點都不誇張。我知道很難，但是呢2個字，加油再一個我感覺就是拼的就是學習力了。我就是一個典型的這種的例子我在學校那會兒就不學習我就屬於那種搗蛋就是天天叫家長的那一類。那其實呢真的是走出校門之後，我感覺還能夠持續學習的人真的是太少了，幾乎沒有，找不到大多數人都是一畢業那個書本啪一扔，要麼一賣結束，對吧？腦子一關完事兒，幾乎都是這樣的。我20歲那會兒就是我就感覺自己我夠用了，學的東西太夠用了，天下無敵，沒有我不知道東西了。但是有多麼愚蠢呢？就是你現在讓我再回頭看看我之前的自己，真的之前的事情早就已經全部过时掉了。就我感覺就是現在這個時代，我個人認為學歷它更像是就是你接受過教育的一張收據，它只能證明你呢在這個社會上上過學，但是它證明不了你能夠走多遠。真正能夠決定你未來的是什麼？是你有沒有這種持續學習的能力。那真的是這樣，我畢業之後我進入到這個社會上就沒有辦法，逼着自己拼命的去補習這個功課。之前在學校裡不學的東西，或者說不想學的東西，現在拿到社會上都是拿出3倍甚至5倍10倍的時間和精力，就強摁着自己去學習。真的要持續不斷的把這些有用的東西裝進自己的腦子裡邊，肯定是這樣的不然的話如果這幾年沒有持續的學習能力，也不可能成就現在我自己過的這種，對不对？這種比較舒服的日子吧，是吧？當然大家也不要怕晚，只要你一直學，
哪怕是我感覺慢一點，就算笨一點，哪怕蠢一點，只要你學，你也能夠甩掉大部分的人。為什麼？因為大部分的人他根本就不學，他根本就不學。你身邊的人有學習的嗎？那沒有，都是固步自封。那學習完之後呢，就是最重要的，我認為也是復盤了，對吧？我總結了一句話，大家聽聽有沒有道理哈？一個人的成長呢，可以分為兩種狀態，30%跟別人学，70%跟自己学，就是两句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悟透哈，我给你解釋一下，就是書讀的再说，就是再多，然後呢課聽的再爽或者說看的再多，不回頭琢磨自己，那些東西永遠都是別人的，沒有用跟自己學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就是那2個字，叫做復盤。好记性不如爛筆頭，對吧？你包括我现在的辦公桌上，是不是我後面還有那個对吧？那個本兒或者說筆寫的那些東西，我以前呢從來不是復盤的看完就忘，總覺得自己看完了就知道了結果呢同樣的錯誤連續犯好幾次這真的非常的蠢。然後呢才逼着自己，就是在每次睡覺之前想一想，今天我哪里做得好，今天做的哪里不好，我哪里做的差，我可以哪里做得更好我才这麼全都想一遍。慢慢的我才就是有所发现，很多坑它不是躲不过的，很多就是虧的錢它是應該不虧的，是你自己根本就怎麼說呢，就沒有看明白真的是這樣，自己沒有看明白。其實你不用怎麼說呢，就是跟別人比，我認為你不用跟別人比，最大的成功就是自己昨天的自己比今天的，就是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強一點就可以了，對吧？它這個東西它是一點一點攢下來的，也不是一次性就能成的，是這樣的。時間久了之後，你就會發現那天壤之別，真的是這樣。復盤這2個字，就是做完之後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自律了。就這2個字99%的人做不到自律但是還是那句話，如果說你想要你的生活過得更好，过得滋潤一點或者說過得更好一點，還是那2個字，加油。沒有辦法，要改的。真的，很多人就是把自律都認為我是吃苦了，其實這不叫自律，我認為這不叫是你自己，你想要得到什麼東西，能看到自己的未來，因為看見所以相信，因為相信所以說才願意這個管住自己，對吧？我創業，我記得最低谷賠錢的那一會兒就是欠了好多錢，那段時間最难的，我認為不是還債，是沒人管住我，是管不住自己對，就沒人管我呀。我想幾點睡就幾點睡，我想幾點起就幾點起，我想幹嘛就幹嘛，我想幹不幹拉倒，我想還債我就還，我不想還債我就躺平，對吧？我想 emo 我就 emo， 我想出去喝點我就喝點，对不对？這樣下去呢，你只會越來越糟糕對不對？沒有其他東西。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時候我21歲21歲，然後呢我就是好像就腦子打開了一樣，悟了一樣，突然發現這樣不行然後我就逼着我自己呢，就從最簡單的開始，真的最簡單的開始，掙不掙錢無所謂沒有關係，就掙錢以後有的是機會嘛，對吧？然後呢我就開始逼着自己按時吃飯、起床、做飯、打掃衛生收拾家務，對吧？慢慢的呢我就把自己給管住了，就每天要求自己這樣，反而呢我感覺就這樣做了之後，我的事反而是順多了，很多的事都順了，真的也是玄學。自律是解決人生問題的首要的一個工具，也是消除人生痛苦的重要手段你如果說就是你管不住你自己的，所以你就只能被这個生活管住。如果說你想讓自己就是自律後你會發現你還需要去考慮就是一個什麼東西，叫做精力。就是這個怎麼說呢，或者說這個精力是如何去管理的，其實我認為也是特別的簡單，早睡早起，健康鍛鍊，健康飲食，定期休息，就這4件事，很小對吧？很小，耳濡目染，很小，但是呢能做到的沒幾個，各位是不是說的就是你也做不到，當然我也做不到你有沒有就是做到過？你可以自己在底下講一講，對吧？我20歲，我之前20歲的時候，那熬夜那是家常便飯，凌晨2、3點睡覺，那都很正常，对吧？那都算早的，覺得自己年輕，身體扛得住，可以扛早，對不對？當然你別看我現在坐這裡跟大家侃侃而談，但是呢跟大家一樣，幾點了？凌晨1點這個可能看得不太清楚1點，現在1點02分
但是我們之間也有區別，就是我現在成為了創作者，各位呢，就是還是在這裡當觀眾，這就是區別。希望你能夠聽懂我在講什麼啊！但是呢，不得不說的是哈，我感覺我現在27歲的年齡哈，我感觉我拖着像35歲的身体一樣，各位動不動就累啊，一坐腰就痛，真的，要不就屁股痛，注意力非常不集中，還非常愛忘事兒，就感觉自己不是个年轻人了，就干一会兒就想躺着，你就想坐着。但是我希望朋友們也和我一樣哈，接下來啊，就是逼着自己早睡早起，運動健康啊，養好自己的生活狀態啊，哪怕是就是不幹活，你也出去小區裡邊溜達一圈，動動你的腿，別再說沒時間，別再就是給自己找所謂的借口。你刷手機的時間拿來休息，你第二天的精力那肯定都是不一樣的，對吧？你第二天的精力肯定很好。你躺在沙發上的時候，你那個時間你拿起來你動一動，邁邁腿，那你整個人的氣場都會有所改變，真的是這樣。有精力，我認為才能夠幹大事。人最怕的就是這個精氣神沒了，精氣神沒了那就全完了啊！沒精力，你幹再大的事哈，都是空談，因為你沒有精力去做呀，對不對？這些呢都是，當然這些都是對於一些身體上面的啊，就是一些反應。但是我認為重點的東西啊，前面跟大家聊了這麼多，該講重點了啊。這重點呢是大腦的溝通力，這個是尤為重要的。各位，我以前聽好了，我以前特別不會講話，別說在這兒拍視頻了，不會講話。我不是不會講哈，我是說不明白啊，什麼意思？我自己心裡想了，說出來別人聽不懂。別人的話的意思呢，我也聽不出來，跟個傻帽一樣。就因為這個哈，我創業的路上真吃了很多的虧呀，要麼就是合作談崩啊，要麼就是談崩，要怎麼說呢哈，就是得罪很多人，很多人呢也是無意當中給得罪了，本來不想得罪，那講幾句話就得罪了啊。後來呢，我就慢慢才懂啊，就是跟人溝通，聽好了，跟人溝通要試着站在對方的角度，用你的腦子去想一想。這不是討好，各位，這不是討好，是讓你說的一些話能夠講進別人的心裡去，讓別人聽得舒服，讓別人聽得開心，一定要聽懂，這樣呢，你的目的才更容易能夠達到。記住，沒有人天生就會溝通，那些覺得自己會說話的人，他都是練出來的，他說不是練的，那都是騙你的啊！你刻意的練，你慢慢的學，你慢慢的學着這樣說，你也一定可以。那麼在溝通的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一定要把控好自己的情緒，每個人都控制不好的，控制不好你發不了財的啊！控制好情緒，每一個人他都有情緒，但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距是什麼？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距就是在於情緒上來的時候，我能不能他媽的管住我自己？我以前脾氣啊，特別的炸裂，就是特別的爆，就一點小事就能把我惹爆，就惹爆，真的炸完之後自己坐在沙發上，後悔呀！不該發脾氣啊！就這樣啊，創業失敗那陣子，我的脾氣更爆，特別的不穩定，跟家裡也是一樣的，就動不動就急，把身邊的朋友，把身邊的人幾乎都得罪光了，真的都得罪光了。後來我才醒悟過來哈，發火、崩潰、抱怨，解決不了任何事兒。你是成年人，各位要為自己買單，解決不了任何事兒，只會讓事情更加的糟糕。遇到事情，聰明的人怎麼辦？先處理事情，再處理情緒。愚蠢的人呢，他就會被這種情緒給牽着走，然後最後呢，付出慘重的代價呀，真的是這樣。掌控情緒呢，當然啊，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夠練成的啊，實話實講，是一次次慢慢的克制出來。那我為什麼現在就這麼心平氣和的講話呢？在評論區很多罵我的，講這個講那個，我都無所謂，對不對？這是好多年沉澱下來的。就是你今天能夠忍住一句話，那麼明天就能忍住一個衝動的決定啊！能管住情緒的人，才能夠管住整個自己的人生的一個狀態啊！真的是這樣。這7個小事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沒有一個是讓你去擠那些人生的大路，全都是就是普通人啊，也能夠走出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啊！真的是這樣。我20歲的時候沒有悟出來，我20歲的時候也沒人告訴我，所以說呢，我自己掉坑裡爬起來，到現在快小30了，還差2年2、3年，對吧？也快30了。我分享給你，你能聽懂，最少多賺50萬。如果說按照聽懂了，就是按照做了，最少多賺100萬。如果聽懂了，並且按照做了，還能夠堅持1、2年的，你最少
多賺1000萬。真的，我不圖你什麼，我也不奢求能從你這裡得到什麼東西啊，純屬晚上自己想講講自己的心裡話。聽懂的自是有緣人，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